我的父亲为女帝打下赫赫江山，但在他遇袭身亡之后，我却被贬到贫瘠的北洋。但我秦泽觉醒了至尊领主系统，是要取走女帝的一切。秦泽一声令下，士卒怒吼着冲向寨门，典韦则早已迫不及待，将铁戟插在身后，弓腰扎马步，双手紧抱着青石。他一声低吼，青筋暴起，巨石竟然慢慢从地面上升起。山寨中，赵大有惊骇地看着典韦抱起那庞大的巨石，这家伙是怪物吗？副头领孙正颤声道。赵大有急忙喊人离寨门远点，但来不及，巨石腾空飞起，狠狠地撞开大门，于是滚了7、8米远。原先挡在寨门的山匪被石头砸中，瞬间肠穿肚烂，血肉横飞。秦泽坐在马上，看着典韦的惊人力量，心中暗自称奇。他让典韦堵住清风寨的出入口，没想到这家伙竟然用巨石堵门，简直匪夷所思。与此同时，破开寨门后，士卒们冲进山寨，那一身飞铠如同一只钢铁洪流，冲入山寨后立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山匪们在最初的慌乱后迅速回过神，与士卒们展开激烈的厮杀。秦泽的目光扫视一圈，最终锁定在赵大有身上。他冷冷一笑，大擒贼先擒王，典韦，随我先杀匪首。说罢，秦泽率领一队骑兵冲向赵大有。山寨中，火光映照着激战场面，赵大有一脸焦急，匆忙调动手下进行防守。典韦手持巨戟，狂笑着冲向了赵大有，破阵戟闪烁着寒光，宛如死神的镰刀般直逼。在战斗的烈焰中，赵大有的身影渐渐模糊，他的双手被绞断，鲜血如泉涌般喷涌而出。秦泽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手中的破阵戟在月色下闪烁着寒光，他决然地挥动着，将赵大有挑飞。破阵戟的横刃勾住赵大有手中的大刀，猛地往回一拉，赵大有无法抵挡，只得放手让刀脱手而去。秦泽冷冷一笑，破阵急猛地向前刺去，宛若天坠流星，速度极快。赵大有来不及躲避，只能双手护于胸前。一声巨响，直刃穿透赵大有的双手，刺穿臂骨，他痛苦地嚎叫着。秦泽不给他喘息的机会，破阵戟又一次扭转，横刃瞬间将赵大有的双臂绞断，血淋淋的手臂从空中落下，赵大有的身躯重重摔在地上，痛苦的呻吟声在夜空中回荡。秦泽冷眼扫过倒地的赵大有，他擦了擦脸上的血水，不紧不慢地朝着赵大有走去。赵大有咬牙切齿地说出了赵元的名字，而秦泽冷冷地询问着他想知道的事情。赵大有在生命垂危的边缘，仍然嘴硬地说出了真相，揭开了赵元的阴影。变故突生，赵大有突然翻身而起，口中喷血，挣扎着拿出一柄匕首，如疯狂的鲤鱼一般朝着秦泽冲来。典韦急忙抛出铁戟，但在铁戟还未落到赵大有身上的瞬间，他眼中涣散，猛地倒下。赵大有的最后一击虽然使他丧命，却也带着对赵元的深深仇恨。秦泽看着赵大有的尸体，冷漠地下达了清剿寨中匪寇的命令。月色如霜，烈焰升腾，清风寨中的匪寇尸体被投入火中，化为灰烬。在这残酷的战斗结束后，秦泽面对着系统的奖励，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。典韦报道着缴获的丰富战利品，秦泽对系统的奖励感到满意。思索片刻，秦泽决定再等2天，积攒足够的积分兑换一支轻骑兵。黑虎寨所在的双起山地势低洼，部族冲锋太慢，需要迅速的骑兵来制胜。现有的1000多轻骑兵尚不足够，但2天后，秦泽将拥有70多万积分，足以组建一支突袭部队，迅速解决战斗。这也为大军提供了休整的时间，确保体力充沛，一鼓作气攻占黑虎寨。在黑虎寨中，一名山匪匆匆向王猛禀告：“老大，清风寨被灭了。”王猛的脸上露出诧异之色，却很快变成了焦急。得知清风寨被清剿，王猛意识到镇北王的势力可能远超预期，他急切地去北苑城禀告赵元，试图了解更多情报。赵元被敲门声吵醒，怒不可遏。然而，王猛告知清风寨和狼头寨被清剿的消息，让赵元陷入思考。他开始怀疑秦泽是否真的只携带了800清兵。赵元决定第2天派人去探听消息，确认是否有大队人马，并让王猛回去准备防御。王猛离去后，赵元面容凝重，轻抚额头。秦泽明确只带了800清兵，这个事实似乎无法撼动。然而，王猛的紧急禀告令他陷入深思。秦泽通过何种手段剿灭了清风寨和狼头寨呢？赵元担心，如果让秦泽攻下黑虎寨，他会揭露与王猛的关系，这让他感到相当困扰。王猛的威胁也使得他感到压力山大。思绪万千，赵元下令派人前去清风寨探查镇北王是否在那里，并了解他的兵力。在清风寨中，士兵们疲惫地歇息。夜晚，赵元派出的骑兵在山下遭到伏击，被岗哨捉住。
他们被带到清风寨，眼被蒙上，手被绑紧，被扔进大堂。秦泽出现在他们面前，冷眼打量着这几名骑兵。他质问马通等人，得知赵元派他们来查看狼头寨和清风寨的情况。秦泽装作若有所思，提到赵元和匪寇的勾结。马通等人想解释，却被打断。秦泽声称自己剿灭狼头寨时，从匪首朱富口中得知赵元传递消息给王猛。他冷笑一声，意图让马通为之恐惧。马通辩解，但秦泽突然转变脸色，怒斥他们。秦泽谎称赵元对据北川匪寇置之不理，批评他多年来的无为之举。他的言辞犀利，令马通等人心头发热。秦泽提出要2日后剿灭黑虎寨，而赵元若是不信任他，可以派兵一同前去。这一切使得马通感到一丝希望。秦泽命人把他们带下山，在山脚下，秦泽的士卒解开了他们的绑缚，愤怒地呵斥着让他们滚回北苑城。马通等人面对空旷的大路，心中充满沮丧。在这个深夜，他们没有马匹，只能徒步返回北苑城。不过士卒的威胁让他们不敢反抗，只能默默地朝着北方走去。在清风寨中，秦泽的思维飞速运转，他意识到攻下黑虎寨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，因此他选择通过影响赵元的决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他决定让马通回去告诉赵元关于秦泽剿灭清风寨和狼头寨的事实，并故意透露一些匪寇口中的消息，制造出赵元和王猛勾结的疑虑。次日中午，马通等人回到统军府，赵元等待的时间很长，他对马通等人的不利表达了极大的不满。马通解释说，他们在半月山脚下就被秦泽的人抓住，甚至连马匹都没给他们。赵元闻言怒不可遏，一脚踹飞马通。马通详细叙述了在清风寨的情况，包括秦泽的话。赵元听罢，脸色更加铁青，眼中闪烁着杀意。他对计划的彻底失败感到愤怒，同时对秦泽和匪寇的勾结心生恐惧。由于担心自己的仕途和声誉受到影响，赵元下定决心协助秦泽攻下黑虎寨，彻底封闭王猛等人的嘴巴。在北苑城门外，赵元带领主力部队赶往黑虎寨，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必须歼灭黑虎寨。与此同时，秦泽也在率领6000轻骑兵出征黑虎寨，其他部队则在据北川各处关键点待命。秦泽通过系统商城兑换了4500名轻骑兵，使总兵力达到1.4万人。他对这支强大的军队充满信心，期待着剿灭黑虎寨后的进一步发展。在这短短的时间内，秦泽已经快速积累了大量的积分，加上他的高效兵种生产，使得他的实力愈发强大。在黑虎寨中，王猛的担忧逐渐消退，他对赵元的支持和信任，使得他对黑虎寨的未来更加乐观。王猛现在不再追求荣华富贵，而是希望能够保持稳定，安心的在据北川生活。王猛的儿子王威进入堂内，表达了出门活动的意愿。王猛劝阻他在这个关键时期不要轻举妄动。突然间，一名手下慌张地进入堂内，报告有大批人马从南边过来，可能是赵元的部队。王猛听到消息后心生疑虑，担心赵元是否派兵剿灭黑虎寨。他决定派人去打探清楚，同时王威也提醒他是否是赵元要剿灭秦泽。王猛虽然对赵元有信任，但情势使得他开始担心起赵元的动向。在外面的大道上，秦泽带领6000骑兵正朝双旗山疾驶而来。得知赵元派兵前来，秦泽决定加速前进，准备迎接赵元的部队。山坡上，典韦兴奋地等待着主力兵马的到来。他准备在主力到来后一举攻入黑虎寨，杀出一条血路。典韦的虎目中闪烁着浓厚的杀意，为即将展开的战斗做好了充分准备。在黑虎寨内，王猛焦虑不安，派出去找赵元的手下迟迟未归，同时又接到消息称北边又有一支大军前来，由镇北王率领。这使得王猛陷入了困境，感到危机四伏。副头领王双惊慌地传来坏消息，通报了北边镇北王的军队迅速接近。王猛意识到这是一场两面夹击，赵元和秦泽同时对战发动进攻。王猛的脸色变得苍白，心情变得极度沮丧。此时，赵元率领的军队在双旗山脚下等待，而秦泽的兵马也赶到了，两支队伍在平原上相对。赵元面对秦泽的质疑，只能含忍不言，不敢得罪这位实力强大的将军。而秦泽则表现得淡定自若，故意揶揄赵元。典韦赶到现场，以强势的气场提醒赵元，督促他快速行动。赵元只能勉力接受秦泽的命令，带领士兵冲向黑虎寨。秦泽看着赵元的军队冲锋而去，计划趁机夹击攻入黑虎寨，以此牢牢掌握据北川的局势。暴风骤雨间，赵元一声令下，号角嘹亮，千军万马如雷霆奔腾，长枪挥舞，战马风驰电掣，激流般奔涌而至。黑虎寨棒杀而立，如同巨兽张开獠牙。王猛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搏，他麾下匪寇各持武器，怒目而视，
但没有一人冲锋前去。这不是畏惧，而是谨慎。山寨唯一的出口就是他们最后的生机。赵元眼中寒光一闪，不屑地扫视着黑虎寨。他对这些匪寇的警惕心理了然于胸，但此时的战局已势在必行。王猛振臂高呼，咒骂着赵元，但这不过是绝望中的一丝挣扎。赵元冷哼，心中已然做好了付出惨痛代价的准备。王猛知道，唯有全歼这支官军，才有生机。他提刀怒吼，誓言要将赵元们付之一炬。然而，这场对决注定残酷，两军激战，箭雨如雨，鲜血染红了这片平原。战场上，赵元察觉到匪寇的奇异之处，前方的土地被布置成重重陷阱，骑兵们踏入其中，一片混乱，马蹄声与惨叫交织，骑兵倒下如秋叶飘零。秦泽目光一冷，他早已洞悉匪寇的诡计，而在匪寇的箭雨中，赵元冷静应对，指挥骑兵提防。箭雨虽多，但力量不足致命。匪寇们则发动最后的死战，振臂高呼，意欲誓死反抗。秦泽操起火风破阵戟，一片寒光映照战场。他命令赵元冲锋，直面匪寇。赵元怒火中烧，激荡战马向前冲锋。战局已至白热，匪寇奋死抵抗，官军奋勇追击。匪寇们勇猛而敢战，然而在大规模厮杀之下，优势渐渐被官兵所压制。王威手握大刀，力大无穷，一时间屠戮敌寇，杀气凛然。但此刻，一道号角声响彻云霄，一支黑铠轻骑冲锋而至，如同狼群袭来，打破了原本的僵局。那正是赤焰军，装备精良，队列有序，气势如虹。匪寇们见之，心头生寒，士气节节败退。不远处，赵元脸色铁青，见到这支战力强大的军队，心头也不禁微微一颤。在战局巨变之际，王猛手提大刀，凶狠无比，面对赤焰军时更是展现出凶性。他挥刀斩敌，威名赫赫，但目光却锁定在赵元身上。对于这个卸磨杀驴的仇敌，王猛心中怒火熊熊。他一声暴喝，带领手下奋力冲向赵元，誓言要让其陪葬于此地。与此同时，秦泽率领的赤焰军也如烈焰般冲击匪寇。他手持火风破阵戟，一战之下，敌寇纷纷败退。典韦则双戟横扫，身边堆积起一座座尸体。战场上的血腥和厮杀声交织成一曲惊心动魄的战歌。在这混战之中，王威振臂高呼，带领手下冲向赤焰军，试图挑战镇北王秦泽。然而，面对秦泽的巧妙战法，王威陷入绝境。一戟之下，他的马匹倒地，身子也不由自主地跌落。秦泽冷漠的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屑，他不屑与王威正面交锋，而是用破阵戟击败了他的狂妄。手中的破阵戟在阳光下闪烁着锋利的寒光。王威的小臂断裂，血肉破碎，白骨凸显在外，他痛苦地嚎叫着，身子扭曲在地上翻滚。秦泽冷笑一声，纵马而起，骑兵战马腾空而起，狠狠地踏向王威的胸口。王威惊恐地滚动着躲避，但秦泽的破阵戟却迅猛如电，刺向他的要害。王威终究无法逃脱，被战马的蹄子踏在身上，骨折的胸骨塌陷，鲜血喷涌而出。秦泽毫不留情，举起破阵戟，狠狠地斩向王威的身体。呲啦一声，衣物被划破，鲜血如泉涌而出。王威的身躯被破阵戟切成两截，五脏六肺淋漓而出。王威的眼中充满了绝望，生命在这一刻戛然而止。副头领王双见状，心惊肉跳，心中充满了恐惧。王双本想与侄儿合力对抗镇北王，但眼前的残酷场面让他心生退意。典韦如同狂风暴雨般突袭而来，一根铁戟劈头盖脸地击溃了王双身边的手下。待，吃我一戟！典韦的暴喝如雷霆般响彻战场。一名匪寇试图躲避，却被典韦的铁戟狠狠地击碎了头颅。骇人的一幕让周围的匪寇心惶惶，脸上充满了恐惧。典韦的戟势势不可挡，击溃了王双的防线，铁戟狠狠地击中王双身体，血肉飞溅，骨折的声音混杂着惨叫。王双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最终被典韦一戟结束了性命。这一场面让匪寇们心寒，逃散的念头弥漫在每个人心头。王猛在一片混乱中被赵元的暗箭射中，命丧战场。赤焰军的骑兵奋不顾身的追击，一时间匪寇四散逃窜，但却无处可逃。秦泽冷酷的眼神扫视战场，下令全军追击，斩杀残敌，杀入匪寇的据点。战马奔腾，刀戟挥舞，赤焰军展现出无比的战斗力。匪寇们在慌乱中溃败，无论是镇北王的力量，还是典韦的凶猛，都成为他们无法逃脱的死亡结局。